美軍的神話已經變成美軍的笑話。你光看他為了要援助那個跳傘的飛行員，他動用了170幾架各型飛機，動用了 A-10攻擊機、黑鷹直升機、小鳥直升機、死神的無人機。不管說這個戰損是被打下來的，還是自己炸掉的，就一個人戰損12架。如果我是伊朗的話，我就希望他多跳傘幾個就好了，每跳傘一個，我讓你把人救回去，我先打掉你12架，反正你就3次就完了。对，來個10次，你馬上戰損120架各式飛機哦。趕快來看到伊朗發動了第99波超級猛烈的襲擊，擊中來自於伊朗的說法，美國的林肯號，2個王牌的飛彈也即將說要出動了。美國的上將則是在這個時候特別警告美國說會走向毀滅。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來做關心。好，本來呢說要停火，在最後一刻，美國、以色列都在持續的加大攻勢，伊朗也同樣的在加大攻勢，全面的做一個劇烈的大反攻。我們來看到伊朗做了哪一些事情。來自於伊朗的最新說法，他已經打到了林肯號，發射的是中程導彈跟無人機，直接打到了核心的戰力。當然了，這部分還沒有受到美軍的證實。伊朗也說了，他打的就是在美國的石化企業跟他的石化設施，劍指全球的油價跟供應鏈，恐怕都要一起陪葬了。接下來看到的是他出動的海巴爾導彈，齊射以色列的中部、南部還有內陸，全面覆蓋超過30個目標，針對這些目標同時做開火。再來就是以色列的軍事的設備，包括它的運輸船也被擊中了。最新消息，波灣地區全面拉起警報，多國在這個時候趕快啟動他們的防空系統。以色列也再度的偵測到了來自於伊朗的飛彈來襲。最關鍵的事情是，伊朗到現在還有一款是從來沒有過曝光的這一款飛彈，打擊能力是達到過去2倍的飛彈，這個叫做聯裝飛彈發射器哦。說這個戰力啊比過去都還要更強，也就是說伊朗的戰力到現在還是遠遠沒有見到底部。而且最驚人的消息是，大家還記得嗎？這個國防部長曾經赫格塞斯要求美國的陸軍參謀長喬治上將呢自己離職，或許是內部有什麼不和哦。結果呢，確實這個喬治離職之後，就立刻跟媒體大爆料，在他離職的一個小時之後，他就跟媒體說了，我們國家啊正在被一個瘋子帶領偉大的美國軍隊走向毀滅。這是來自於喬治上將最新的一個說法。好，所以節目一開始也請教幹哥了。伊朗它的第99波最新攻擊直接鎖定林肯號，是要準備擊沉航母的一個節奏嗎？伊朗的戰力是現在把美軍已經逼到極限了嗎？再來就是我們針對於喬治上將他所說的這些話，說一個瘋子帶領偉大的美國軍事走到了毀滅，您又怎麼看？其實我跟你講，我們一直在提醒自己，事情還沒有到最嚴重的地步，但它會不會發生？很可能會。光是看將使用未曝光的武器能夠達到過去的2倍的威力或是射程，提醒大家一下，上個禮拜我們不是在講嗎？它竟然可以從哪裡呢？它可以從波斯灣打到迪耶戈加西亞，也就是孤悬海外的印度洋美軍基地，上面都是 B-52轟炸機 ，B-2 也是在那邊落腳的，加油機也在那邊落腳的。竟然可以從荷姆茲的上面打了1枚過去，原來它已經飛到了3800公里之外，那就是代表你只知道它有2000公里的飛彈，現在它有4000公里，它有4000公里就會有5000公里，它有5000公里就會帶核彈頭，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所以這些事情都是在情報單位的預料之外，也是在世人的眼光之外。他在悄悄進行，我們不知道伊朗到底他的能力達到什麼樣的地步，但是最重要的是什麼？最重要的是有人看出這個問題了，所以他制止。他制止的結果是什麼？我坦白跟你講，你滾蛋 ，You out。這個人叫做美國陸軍參謀長 Randy George。Randy George， 你知道他多大膽，你知道嗎？他其實在好幾個月前準備要攻伊朗的時候，他就已經跟赫格塞斯講說不行。對，他跟赫格塞斯講說不行，你不能夠上伊朗的國土。那美軍子弟要付出很大的生命代價。注意 ，Randy George 的身份是陸軍參謀長，他就等於我們在搶救雷恩大兵的電影裡面看到的馬歇爾上將是一樣的，就是在
80年前，馬歇爾上將，老實講一句，他是美軍的第2號人物，他僅次於艾森豪將軍。為什麼？因為他的角色非常重要，他要居間聯絡，而且他還要照顧美軍的這些子弟，然後呢，他還要能夠達到上級的要求。所以喬治上將他的地位，你知道嗎？喬治上将他打過什麼戰爭？你講得出來的，全部都打過。伊拉克戰爭、海灣戰爭啊、阿富汗戰爭，他全部都打過。他是老兵，結果呢，他61歲的這個上將被45歲的排長給趕走。45歲的排長是誰？就是國防部長赫格塞斯。這個赫格塞斯他竟然，我想他很簡單，我今天要這個執行主子的命令，就是川普的命令，我準備要這個派地面部隊上去。他說 no no no， 絕對不行。好了，你再跟川普唱反調，我就直接準備把你給幹掉。再來還有什麼？再來我講出來，大家会嚇一大跳。他們爭執點不是美軍派兵，這只是這個起頭點。導火線是在什麼？導火線是在最近要晉升2名黑人少將、2名女性少將的時候，被赫格塞斯打回票了啊？為什麼？我就是種族跟性別的歧視者，怎麼樣？你咬我，我是國防部長。我想這種事情要是發生在我們國內，我們台灣的話，那總統馬上他就滾蛋。為什麼？因為你絕對不能在種族跟性別上面產生你個人的偏見。偏偏赫格塞斯他就很簡單，然後你這2個黑人跟2個女性啊，他們不適合升少將，你要給我升29個名單裡面的另外的白人男性升上去當少將。然後赫格塞斯態度很堅決，然後這個 Randy George 說這個絕對不行的，4個軍種都不會答應的，不是只有我們陸軍而已，空軍、海軍、陸戰隊通通不會答應你這樣做的。到最後，你知道他還想幹什麼嗎？赫格塞斯竟然把軍中牧師就是帶大家一起在五角大廈要這個做禮拜的牧師那個把他換成什麼？把浸信會的牧師換成他的就是他自己是福音派。他找了福音派的那個牧師，叫做威爾遜。威尔遜來幹嘛？威爾遜說，威尔遜他是強調白人男性至上主義，然後把這個女性的投票權要拿掉的，這還得了？所以大家就知道說，那個人瘋了，是那個 Randy George 講的。他說那個人瘋，那個人指的又是川普又是赫格塞斯，因為他們2個人是一個鼻孔出氣的。是好，那同樣一個問題，岳老師又怎麼看呢？《孙子兵法》裡面講得非常清楚，就是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這個意思我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讓大家了解。這個幾千年前孫子講得非常，我們打仗靠的不是裝備，是士氣。如果說目前為止的話，你現在就是市民在問說瘋子是誰？瘋子他說得很清楚啊，就是川普加海格塞斯嘛。這2個人不但是瘋子，而且是廢物。那個 George 的話呢，軍人不好意思講是廢物，只好說是瘋子。這個就是將軍可奪心，將軍都沒有心思了，對不對？而且就像樣的。然後這個海格塞斯的話，不曉得有沒有當過少尉搞不好我就少尉嘛，就有這種程度嘛，我們就這種程度。那海格塞斯本身來講，居然把人家的上将，对不对？就叫收滾蛋，而且积极休入，提早退休。那我現在講的話呢，我講到那個美國現在的話呢，首先第一個，他的士氣非常差。这士气差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非常明显，因为你的本身出发点就不正确嘛，你又贪又偷的。那美軍原來的形象是很正面的，現在弄成一個幫派，就是你剛剛講的一直刺龍刺鳳的，什麼都是黑道大哥。然後第二點的話呢，伊朗的士氣倒是非常興盛對不對？伊朗那邊的話呢，那個他們的總統佩德西強，他們本身會認為說是原來對美國有好感，現在發覺你根本就是惡蛋，對不對？那根本就不用考慮了現在伊朗人寧可死也不要這種情況下。然後第三點的話呢，我覺得全世界人都眼睜睜的看，大家都嚇了一跳美國的領導中樞瘋了一樣對不對？你陣前換將，而且換將的理由是他叫你謹慎再謹慎，那你居然講你要考慮不要撤兵，還要登陸，那你這樣子還得了嗎？對不對？所以呢，現在就士氣來講，我們今天在座的，聽完我們的分析以後，大家心裡都覺得伊朗一定要撐下去，伊朗要加油。很自然因為這麼大欺小，對不對？你靠你武器要搶人家東西，我們也不允許這種事情發生對，所以我覺得伊朗最好是把美國打敗。美國這樣的士氣搞下去，過2天搞不好
我們台灣都可以把美國打敗。好，現在看到的是在這一場美伊戰爭當中呢，這個伊朗的士氣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当然了，也影響到了整體这個川普還有這個共和黨的選情。當然了，我們剛剛講到了嘛，這個士氣還有人力的主要將領都被換掉了之外，其實我們來盤點一下，目前呢，美軍的戰損也非常的嚴重，而且我們今天盤點的是它的主要的這些重要的重點武器都是接連被擊落的。來看到幾個點就好，包括了 F-15、F-16戰機，還有它的 A-10攻擊機、C-130運輸機、黑鷹跟小鳥直升機、E-3預警機、NQ-9無人機。CNN 說證明了這非單方面的一個戰爭哦。那更大的問題是，這背後是否有這個大國之間的博弈，也就是代理人戰爭呢？現在說這個伊朗接受到了非常多是來自於俄羅斯跟中國的武器來提供給他們。我们先来看到針對俄羅斯哦，是烏克蘭的情報說的，俄羅斯提供給伊朗的是衛星情報，精準的可以鎖定中東的軍事能源設施。那麼也列出了他可以看得到以色列55處的關鍵設施清單。俄羅斯也在荷姆茲海峽的周邊部署了6艘潛艦，包括了2艘是核動力。至於中國大陸的部分提供了什麼呢？現在說有提供中國製的先進波段雷達，可以偵測美軍的戰機。這也是為什麼先前 F-35逆中戰機可以被鎖定，而且被伊朗擊中。到底是否涉及到中俄在背後做所謂的大國代理人戰爭？委員又怎麼看？對啊，這個大家一直都在講說美軍的神話。那麼經過了這38天之後，美軍的神話就像剛才幹哥講的，已經變成美軍的笑話。就原來這場戰爭就是宗教戰爭，十字軍東征了。你光看到現在赫格塞斯用這種神權的方式去統御他的部隊，然後你還去罵人家伊朗是神權政權，那你美國不是一模一樣的事情嗎？連教宗都看不下去了，連教宗都出來批判了，結果美國還在玩這種把戲，所以美國自己把美軍神話變成了美軍笑話了。那這38天變成白打了，就到今天此時此刻，如果真的就停戰了，這38天完全白打，因為不但是退回開戰前，而且我剛才講還倒退100步哦。開戰前還沒發生的事情，全部美國通通都讓得乾乾淨淨，取消了制裁，這個同意伊朗擁有濃縮鈾，然後同意他持有荷姆茲海峽，這些東西通通在開戰前本來是沒有的事情哎，就現在通通都拱手讓出了。那第二個你要看到的是，為什麼大家會覺得美軍沒有這麼強呢？你光看他為了要援助那個跳傘的飛行員，他動用了170幾架各型飛機，動用了這個 A-10攻擊機，動用了這個阿帕奇這個黑鷹直升機，動用了小鳥直升機，動用了這個死神的無人機，170幾架，戰損12架哦，就是不管說這個戰損是被打下來的還是自己炸掉的，就一個人戰損12架哦。如果我是伊朗的話，我就希望他多跳傘幾個就好了，每跳傘一個，我讓你把人救回去，我先打掉你12架，反正你損3次就完了。對，來個10次，你馬上戰損120架各式飛機哦，這算是哪門子的美軍？然後自己還要吹噓說是一個偉大的救援勝利。那這場戰爭，我覺得最主要的目的是，最主要美國會吃癟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除了他因為師出無名之外更重要的一點是，伊朗花了20-30年準備了。伊朗是一個有計劃的、多層次的、分階段的劇本啊，所以從一開始我們不斷的強調，他用廉價的第一階的像無人機飛導彈去消耗掉對方的防空飛彈，然後去摧毀對方的雷達節點，然後接下來呢，他才進入下一個階段，好整以暇的端出他真正厲害的武器，到現在為止最厲害都還沒有拿出來哦。所以先前在開打的時候，很多人都在說，伊朗不是有那個極音速飛彈嗎？高超音速飛彈呢，怎麼不拿出來用？甚至還有很多人說，伊朗根本就沒有，原來伊朗是騙人的。結果現在有沒有？伊朗現在才要拿出來，而且他現在這種分階段式的劇本，讓美國根本沒有辦法應付了。那當然，我認為中俄在背後有給他支撐。除了我們剛才看到的，你說俄羅斯部署了6架潛艦，其中有2艘是這個核子動力潛艦，在荷姆茲海峽，為的是什麼？我認為俄羅斯要表的態度是說，如果你美國跟以色列真的敢用戰術核武去摧毀伊朗的文明，我就用戰術核武去摧毀以色列哦。就是大家來，只要你敢動這個，我就動這個了。所以其實我認為俄羅斯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牽制的角色在那裡哦。你讓美國跟以色列不敢隨便的這個妄動了哦。那你更不要講說在這個情報分享，其實中國大陸跟俄羅斯這段時間給伊朗的情報分享給得很充分，所以伊朗打得越來越準。對，越來越準。那麼再加上
俄羅斯提供了伊朗的飛彈的這個基本的原物料，中國大陸提供了這個伊朗的無人機的這個零件。那更不要講說，現在大家在懷疑哦，你說到底中國大陸跟俄羅斯有沒有提供防空系統給伊朗，現在都很難講哦。那麼伊朗我剛才說過，它是一個多層次分階段的劇本，劇本還沒有到最後階段，它其實還沒有把壓箱寶拿出來。好，我們第一個話題要講的是，以色列過往非常引以為傲，他們的防空網鐵穹現在要擋不住伊朗的復仇烈焰了嗎？怎麼回事？因為就在以色列宣布呢，他們擊殺了伊朗的國安首長這一位拉里賈尼之後啊，以色列伊朗当然要換得這個非常強烈的報復。他們這個革命衛隊呢，使用了搭載集束彈頭的這2顆飛彈啊，一個是霍拉姆沙赫爾4型以及卡爾德飛彈，對以色列的這個特拉維夫進行了非常密集的轟炸，也造成了蠻多的死傷的。不過這一次以色列的鐵穹系統跟美軍的薩德系統呢，竟然都出現了一個攔截不了這樣非常密集飽和攻擊的狀況。因為現在這樣的戰爭形態，以及讓伊朗摸索出一套我們叫做打籃球一個術語叫做 high low 配合，外線打到內線。那現在他們也用一個 high low 配合是什麼呢？就是先派動一些便宜的無人機去消耗你這些飛彈，等到你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中間給你夾雜一顆這種高命中度的真正來造成殺傷力的打擊飛彈。那這樣的一個 high low 組合模式呢，已經癱瘓了美以的反導單元，而且這樣破解的方式，現在在實戰上，不管是之前我們看到俄烏戰場，還是現在的中東戰場，都非常有用。所以可見進入到這個21世紀，真的無人機的戰術已經讓戰場的一個生態局勢都不太一樣了。未來的應用會不會越來越多？未來這些防空網碰到這樣 high low 的組合，會不會變成形同虛設？我們先請酈將軍跟大家分享。首先，這個薩德系統或者是這個愛國者3號，並不是完全說是100%這個密不透風，不可以這個突破的哈。事實上，去年6月戰爭，我相信伊朗從其中已經找到破解的方法哈。對，我先講第一個破解的方法，在2003年那次的波灣戰爭裡面哈，美軍有一個在伊拉克的基地被愛國者2號導彈哈，這不是更正哈，這個被飛毛腿飛彈擊中哈。那時候，愛國者2號並沒有發動攔截，後來被波音公司去查為什麼這顆導彈沒有發射，後來發現原因是因為它的位置不對，電腦上面授時系統出了問題。那電腦雷達上面雖然說發現了目標，可是電腦上面認為這是昨天的這個昨天發射的飛毛腿，不是現在發射，所以說愛國者2號並沒有去攔截，也因此這個改進以後。改進了愛國者3，所以我們知道這個導彈系統攔截，尤其是這種遠距離的導彈除了說是你要精準之外這個電腦配合還有授時系統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們合理懷疑，伊朗從去年的這種6日戰爭裡面，他是不是找到破解的方法？這是第一個因素。第二個因素，我覺得伊朗這次他的採取的戰術方面是非常成功的。我們一開始看到他擊毀什麼？第一個是鋪路爪雷達，他先將你擊毀了；第二個是薩德系統的雷達系統，他將你擊毀了。也就是說，他將你防空導彈的眼睛先把你打瞎，打瞎之後你沒辦法先期預警到這個後續的發射的導彈，你沒辦法看到的話，那當然你就失去了預警時間哈。你預警時間變成縮短，你原來比如說有5分鐘的預警，現在來講你只剩下1分鐘預警，那當然你的攔截能力、計算能力當然就會差很多。那第三個我認為很重要一個就是它這個伊朗這次採取的是飽和攻擊，可是它的導彈又是很珍貴的，所以它用這個無人機跟導彈夾雜在一起，讓你沒辦法去判斷，因為在雷達熒幕上面你看到的都是一個一個的光點你很難研判出來哪一個是導彈，這個殺傷力比較強的導彈，哪一個是殺傷力比較弱的這種無人機所以他利用這種方式這個以這個無人機掩護真實的導彈攻擊，這是我覺得伊朗這第3個策略。第4個策略，它就是導彈之前用的導彈，戰爭初期的時候，他用了一些這個比較老舊型號的導彈先將你的愛國者3跟薩德系統將你這個消耗掉了，等到你庫存這個不足的時候，這時候我們看到這個禮拜開始，我們看到伊朗所發射的導彈都是先進型號的包括到固體的這種推進燃料像這個尼什導彈，它是固體發射的。那之前發射的它是這個液態的灌充燃料，所以固態燃料它的變化基地機動性就比較大，你要攔截
增加它以色列更大的这種攔截的困難度。好，同一时間啊，我們看到伊朗攻擊奏效的背後呢，會不會是也有其他人的幫助？因為現在媒體的消息傳出，俄羅斯疑似提供了衛星的情資，還有這個無人機的技術支援給伊朗。華爾街日報就直接點名哦，俄羅斯呢，因為他們已經俄烏戰爭打了非常多年了，累積非常龐大的實戰數據跟經驗模式，所以呢，就直接把有效的系統提供給伊朗，你就不用走一些彎路了嘛，直接有效，包含情報、包含戰術跟系統整合輸出。那如果這一場美國跟以色列共同對伊朗發動的戰爭被拖到了中長期的話，那俄羅斯在背後撐腰伊朗，灌輸他非常多有用的這些不用走前人走過的歪路，直接有效的模式，包含我們剛剛提到了高低的這樣的一個戰術配合，會不會時間一長，反而是伊朗越來越有利？委員的看法？正確的說法是，《華爾街日報》有時候說是中國幫忙，有時候說俄羅斯幫忙，但是有沒有幫忙不知道。對，但是我們假設他們有幫忙，其實也不為過。但是幫忙到什麼程度？如果只是一種戰術啊、經驗啊，或者是衛星導航啊、偵測情報的一個提供的話，對伊朗幫忙還是很有限。伊朗現在最缺什麼？最缺錢。為什麼？因為伊朗的革命衛隊已經缺糧食跟缺彈藥了，這一點已經是缺醫藥跟糧食，這已經是很嚴重的一件事情了哈。那一個部隊如果缺糧食跟缺醫藥，能撐多久？都一個很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哈。所以到目前為止，他們缺的量又非常的大，但是當然缺的不只是這個。那這裡面俄羅斯提供這些什麼打無人機的技術啦，或者什麼這個突破反導的系統的一些技術啦哈，這個那要怪以色列跟怪中東國家啦。你沒有去看看烏克蘭怎麼弄？烏克蘭現在已經發展出一套，你不能說100%完美，大概全世界最便宜的攔截系統，一定的攔截系統。他們呢，把那種空對空的那種導彈哦，那個比較便宜，空對空的導彈改成地對空，然後來打什麼？打俄羅斯的導彈，打俄羅斯導彈，真的太高空的時候，他們就用愛國者來打。是，那如果一般的話哈，巡弋導彈的東西都是用空對空的導彈來打，效果很明顯，很顯著。就像剛才立江講的，沒有100%可以攔阻的，但是你在防守方面這一套烏克蘭的這個方法是有效的，證明是有效的。因為哈，你隨便來一個導彈都是上百萬美元啊，再便宜也上百萬美元啊。但是我一個空对空導彈幾十萬美元而言便宜嘛，可攔截得到。那第二個啦，就是說他用一種改裝以後的這種什麼豹式機炮，就是那個西德提供的那種豹式的機炮。提供了能夠有效攔截無人機，這也是證實很有效。那再來呢，他們發展了攔截無人機，就是一種類似一種短程的無人機，但攔截無人機非常有效啊。所以最後呢，烏克蘭用個最笨的方法，找狙擊手都能夠攔截無人機，真的是的，真的哈。而且，所以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這個俄羅斯的無人機攻擊，事實上整個效能大幅的衰退。但相對的，這個烏克蘭也不只有防守而已。你看到無人機不是把這俄羅斯的什麼煉油廠都炸了嗎？哦，所以兩方面無人機戰爭，誰怪你美國跟以色列沒有看看人家經驗是怎麼學的哈？不過那一套倒是蠻適合台灣的，大家去學一下哈。所以對於這個伊朗哈，他現在的問題就是害怕繼續持續的大轟炸。但不管是美國、伊朗繼續大轟炸，繼續進行斬首行動，對伊朗當然是很傷。那現在只是你防禦能力很差哦，一下怕那個什麼極速炸彈啊，一下怕那個哈。但是那個是有宣傳效果，真的对削弱以色列的戰力是有限。但是恐嚇波斯灣國家是有效的，能源價格上漲對俄羅斯是100%有利。所以俄羅斯可以在這方面累積很龐大的籌碼。所以他表面上我沒有援助伊朗，私底下塞好處給他，這很正常的。了解。好，就像剛剛委員講的哈，現在大家最怕碰到的利益就是石油跟天然氣，因為你中東國家轟來轟去，這畢竟都是區域的戰火。但是你一旦碰到能源，不好意思，全球的民眾都要為此買單，這才是大家最痛的地方。現在以色列直接打擊伊朗跟卡達共同有的南帕爾斯這個天然氣哦，就直接威脅到伊朗國內70%的天然氣來源的一個銀根了，同時也損害到卡達的利益。毫不意外呢，換來了卡達的震怒哦，就說以色列你這個行為真的是非常危險，
不負責任。那伊朗更揚言呢，要報復所有的這個波灣的油氣設施。但是攻擊公共能源這麼大一件事情，美國總統川普他竟然說 I don't know， 他竟然說我不知道這件事情哦，事前不知道，這就有點耐人尋味了。究竟是川普在裝蒜切割哦，還是攻擊伊朗的這個主軸？現在美國已經是被以色列牽着鼻子走了。那賴教授，你覺得是川普究竟是在演戲，還是說以色列真的現在要繞過他了？我個人認為川普也不算在演戲，但是我覺得他的這樣顛三倒四會讓媒體不知道該怎麼做新聞，因為在以色列攻打這個伊朗的能源設施的第一時間，對，美國那邊就傳出消息來，說川普知道，但是川普本來是不同意，但是後來同意了，然後但是只跟以色列說僅此一次，那下不為例。然後後來華府那邊也放出信息說這個美國為什麼會同意？最主要的就是因為這樣的話會向伊朗釋放出一個明確的政治訊息，說不同意你封鎖海峽，也就是說你封鎖赫爾木茲海峽，那美國跟以色列未來將會好好的把你最大的油氣田，全世界最大的油氣田，而且也影響伊朗民生設施跟海外最嚴重的油氣田，把你摧毀。所以等於是告訴你說，你如果再繼續封鎖，我們會這樣做，但是呢，我們不會再打你的設施了，除非你不要封鎖，也不要報復。這個是之前放出來的消息，很多媒體都報道了。對。結果現在又改口了，說事先不知情，而且卡達也不知道。那為什麼會說把卡達談進來呢？因為這個油氣田是伊朗跟卡達合作的。對。也就是說，由於卡達在石油轉型這個部分轉向以油氣田也就是以天然氣作為它的一個經濟的重要產業的時候，它轉型成功，所以它的技術、它的開採的效率是比一般的石油公司還要成熟、還要好。那也就是它跟伊朗合作就在這塊油田，那就在這塊油田，當然對卡達來講的話，你攻擊伊朗油田等於是攻擊我的油田，當然他第一時間就表達震怒、表達反對。可是伊朗不吃這一套，伊朗認為你們可能根本就是合謀，而且伊朗之前他也用油田的方法來牽制美國跟以色列的動作，也就是說，在出戰的時候，伊朗就說，如果你打我的油田，我就打。因為我打不到你以色列嘛，我也打不到你美國嘛，可是我可以打你跟美國有關的石油公司的海灣國家的油田，那這個可以吧？那這可以啊，因為我傷到中東地區的國家的油，那就傷到你美國國家的石油公司的利益，也就影響到你美國的利益。第二個，我一打的時候，石油價格就往上漲，往上漲，那你美國的合理的價格，對你最有利的價格是60在80塊，為什麼60呢？因為頁岩油是55塊的成本，所以60頁岩油才有利潤空間可言。但是如果超過80的話，物價通貨膨脹指數壓力太大，對美國來講不是一件好消息，對全世界不是好消息。所以對美國來講，他希望控制在60在80，可是問題就是這一打一定突破100。对，這一打一突破100，然後目標上看150，伊朗看是200，那這個對於國際間的能源價格，對於美國的物價的上漲，對美聯儲的降息都是不利的。美國當然不同意嘛，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對川普來講，他反反复复會放出一個什麼訊息？這個訊息就很明確了，就是原來美以同盟是一個有問題的同盟，也就是以色列可以繞過美國，單獨採取行動。如果按照川普第2次所講的說法的話，那也就是誰是老子，誰是兒子嘛。川普是兒子，內塔尼亞胡是老子嘛？老子行動不用經過兒子同意，但是兒子行動要跟老子報備啊。那所以我覺得很明顯的看出來，就是第2次講的就是老子跟父子的關係了。是，所以媒體現在散發出這樣的資訊，確實有點耐人尋味。我們繼續問一下楊老師，怎麼看以色列這一步是刻意要引爆全面的能源戰爭哦？要讓它失控到一個擴大到一個不能控制的狀況，然後迫使美國之後想拍拍屁股就走了一個退潮嘛。這2天《紐約時報》一篇文章它的標題就叫做“這是一個人的戰爭，不是川普，是內塔尼亞胡”。也就是從戰爭爆發的當下，其實美國的國務卿盧比奧就親口這麼說。對。
後來他這麼否認，他怎麼說？他說因為以色列在發動攻擊，而且認為伊朗可能會在下個禮拜用核武攻擊以色列，所以我們必須要攻擊伊朗，這是防衛性的先發制人。隔了一天他馬上改口，發覺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因為川普說你不能說是我們跟着以色列，哦，川普才是做決定的人，所以很清楚，基本上這個戰爭後來在美國拜登總統的國務卿克林頓也出來說，24年的時候啊，以色列也用了2次要引拜登政府来去打伊朗，分別是在敘利亞的伊朗大使館被炸，還有呢在伊朗德黑蘭的哈馬斯領袖被炸，還記得嗎？那這2次其實拜登都說不會介入啊，而且他要求以色列不可以打，因為他們彼此有交換，就是跟伊朗之間相互的攻擊，用無人機跟飛彈。後來美國去幫助以色列，但是沒有打。結果呢，川普2次，去年打伊朗的核設施，你打核設施還說得過去吧？從美國的角度，從 MAGA 的角度，但是你這一次去整個攻擊伊朗，就造成現在已經尾大不掉，而且難以脫身的這個戰爭。那不只是剛開始，我們看當他的第2波的時候，當他去打那個拉尼賈尼的時候，不就是以色列看到很多這個川普的官員已經開始反對他，然後北約都不願意去支持參戰的時候呢，其實他又開始在做斬首，然後呢，他又開始在打能源設施，使得美國呢越來越深陷泥沼啊。不過大家現在相信啊，川普有一天呢，很快，希望他能夠有這個有限理性哦，能夠知道這個戰爭不能再打下去，再打下去就變得可能另外一個越戰或另外一個伊拉克戰爭，要趕快这個抽身。美軍現在號稱他們絕對是勝券在握了，但是被發現現在防空系統告急之外，庫德民兵真的能夠對抗伊朗的這個伊斯蘭革命衛隊嗎？伊朗的部分，他現在也攻擊了土耳其，要挑戰北約的勢力。那麼美國跟以色列聯手炸伊朗的飛彈口，能夠斷絕伊朗的後路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特別來做關心。3個火線話題，今天我們會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的。真的嗎？如剛剛我們所提到的，美軍是勝券在握嗎？現在比較挑戰的是它的防空導彈。根據了解，是不是已經告急了？數千名的庫德族民兵能夠打敗伊斯蘭革命衛隊嗎？這一場戰爭到底會拖多久呢？再來就是現在呢，整個伊朗已經攻擊到土耳其了，北約國家現在都非常的緊張。到底要不要啟動自己的安全承諾呢？這個是打臉了川普，他說已經摧毀了伊朗的飛彈戰力嗎？最後今天也會來關心到的是，那美國跟以色列現在祭出了各種方法，要炸毀伊朗的飛彈發射口，但是能夠徹底阻止伊朗的攻擊嗎？今天我們都會做詳細的一個分析。好，美國總統3月5號這一天特別信心的表示，這一次美伊戰爭的軍事行動進度是超前的，伊朗海軍3天內已經損失了24艘的艦艇，來自於川普的最新說法，並且他呼籲伊斯蘭革命衛隊放下武器吧，接受豁免，否則必死無疑。接在川普後面的就是美軍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古博了，他特別提到伊朗的戰力正在大幅的衰落當中。他說，伊朗的彈道飛彈攻擊減少了90%，無人機的攻擊更是減少了83%左右。但是在這些話說完之後，我們也要特別來看到 Politico 這邊做的報道。他說呢，事實上，美國正在要求自己的國防部趕快加派軍事情報官進駐，因為他們覺得這一場戰爭並不如川普這樣說的可以這麼快的解決，甚至他們預估這場戰爭會打到9月份了。另外一個比較打臉的消息是來自於《金融時報》揭露了一個美軍不敢公開的一個機密。特別來看到這個報道，特別提到了防空攔截在美軍的部分的彈藥庫已經到了危險的一個邊緣了。特別我們也整理出了幾個美軍很重要的系統，包括了薩德跟愛國者。來自於香港01的報道。薩德系統總數已經不到了650枚，一次援引就會全部被打光150枚。愛國者飛彈系統同樣的，現在也是非常的吃緊的。首爾最新今天新聞的一個消息說，美軍正在商談要調動駐韓的武器了，包括愛國者飛彈。
到中東地區，這都是最新的消息。另外一頭，我們今天也會來關心到的是庫德族的部分，已經移師準備好待命了，在1周到10天之內就會來施行跨境作戰。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要特別來關心了。根據川普的說法，是美軍已經勝券在握了，但是又有另外一個報道說，這場戰爭會是消耗戰，拖到9月份甚至更久嗎？千名的庫德族民兵現在對上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因為現在看起來，美國是不是不會出動他的地面部隊呢？那麼這樣子的能夠打敗伊斯蘭革命衛隊嗎？川普會不會讓自己陷入在長期的泥淖當中呢？我們請將軍帶我們分析。孫子兵法有一句話哈，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孙子這句話意思就是說，你打仗之前要做好各項的作戰準備，那你再開始去開戰，這樣你才有勝算哈。如果說是你一開始只是想先打這場仗，打完開戰之後，你在一邊打一邊在想說，我什麼地方沒有做到，什麼地方還要再加強。不斷的去補哈，這叫敗兵。就先戰以後，我再想辦法去求勝，但這場仗也是注定失敗的哈。那我們驗證孫子在兵法裡面講的這句話，不就是美軍現在所面臨的一個情形嗎？他一開始哈，這個認為他以海空軍的力量就足以威懾讓伊朗能夠這個屈服，但是沒想到開戰之後，他發現光靠海空軍的力量不夠啊，所以說必須要動用地面部隊。那開始的時候，他原來川普一開始講說4天，他想速戰速決，他認為他集結的兵力海空軍力量已經夠了，但是發現打了以後發現不夠哈，這個改成4周，現在甚至於說要打到9個月，這就是說一邊打一邊在做修正。那現在更扯的是要叫這個庫德族的民兵哈從北邊那邊來攻打伊朗。那我解釋一下。庫德族，中東地區總共有5大民族哈，只有庫德族這個民族是一個很悲情的民族了，因為只有他沒有自己的國家哈。我們不管看到波斯他自己有這個伊朗國哈，這個甚至於猶太都有以色列，這個阿拉伯民族有阿拉伯這幾個國家，那唯一遺憾的就是庫德族，他雖然說在這個地方有領土，有在這邊生存，但是他因為不是一個國家，就變成一個游牧民族。那當然被幾個國家欺負，尤其是包括土耳其啦或者是敘利亞啦，大家都在打他。那美國一直利用庫德族來幫他打仗。之前我們講說這個 ISIS， 他就是用庫德族去打的。那打完之後，事實上他就棄之不顧了，也沒有照顧人家庫德族。所以我覺得這次庫德族還願不願意再幫美軍打仗，這是很大一個問題。那為什麼要用庫德族去打這個伊朗呢？因為我們都知道伊朗它是什葉派。那庫德族他們是遜尼派的，所以他認為說可以借着這個宗教上面的這種矛盾可以挑撥利用庫德族來打伊朗，這是美國自己打的如意算盤。但是我們看現在證明幾件事情。第一個，川普我想說他會想要動用庫德族，證明一件事情，證明就是說你光靠海空軍的力量是不足以這個屈服這個伊朗這個國家的，必須之後再怎麼樣你都要動用地面部隊，才有可能結束這場戰爭，這是第一個證明。這個我們之前所研判的沒錯。那你川普要打這場仗，從頭到尾你都沒有準備地面部隊，在這邊那臨時去拉了庫德族來打。第二個，我們看看伊朗這個國土，這個打仗來講的話，天地敵我水，這5個因素你要考慮進去。天候地形，那我講地形好了。地形來講的話，伊朗之所以數千年以來沒有被其他國家没有被其他民族所消滅過，就是因為它的地形非常複雜，它4周環山都是山脈，然後國土縱深非常的深遠，你靠地面部隊要入侵不是這麼容易。我們都知道，從海岸線到這個德黑蘭要1000公里長，1000公里你作戰縱深要多久啊？那你光開車你要開多久？那你運這個彈藥要運多久？如果說你只靠這個庫德族民兵的力量來講的話，它畢竟只是一支游擊隊，它沒有持續的戰力你後續來講，後勤補給、彈藥、糧秣等等來講的話，他如果說就算庫德族從北邊那邊入侵，他打到德黑蘭，我覺得他力量是不夠的。那第三個，我們看這庫德族現在你能夠動員的兵力也不過是數千人而已。那數千人大概就是一個團的兵力，一個旅的兵力，不到一個師的兵力。大家要曉得伊朗來講，它雖然海空軍現在長期被美國所制裁。
所以它海空軍是很弱的，它幾乎沒有什麼海空軍哦。所以一開始這個川普講說，哎，海軍已經徹底被打趴了，空軍啊也沒什麼制空。可是不要忽略了，伊朗來講的話，它的陸軍作戰力量還是非常具有實戰力，尤其是它的革命衛隊哈，這是很有堅強的地面作戰部隊。所以庫德族就算是你動用庫德族，那能不能夠擊敗這個伊朗的地面部隊？我覺得這存在很大的疑問。所以我們看出來，川普來講的話，他這場戰爭哈，他已經是一邊打，他一邊想辦法還要求勝，那已經注定所謂的敗兵先戰，然後再去求勝。好，所以我們看到整體美軍現在戰力的部分，在海空上面補給發生了很大的一個空缺的問題，這是來自於美方自己的媒體自己證實的消息。那兵力的部分呢，現在同樣是面臨很大的不足哦，尤其現在光靠庫德族是相當不足夠的。包括了伊朗现在都看在眼裡哦，持續的擴大它对於其他國家的攻擊，現在呢已經打到了，在這幾天打到了北約的成員國土耳其去了，當地的這個應急立刻空軍基地發射飛彈，這邊駐有大量的美軍。雖然說這個飛彈後來是被攔截下來了，但是北約的國家現在其實都非常的緊張。北約國家現在已經在討論了，大家是不是應該要在這個時候啟動共同防禦條約呢？在內部已經掀起了非常多的討論。那麼美國跟以色列現在另外一方面則是派出他們的這個偵察機在某些已知道的這個伊朗地下飛彈城的上空做盤旋，如果有發現什麼任何的活動，會立刻派他們的戰機跟武裝無人機來針對發射口進行攻擊。這個伊朗手上還有哪一些長程的飛彈呢？如果只是打這個發射口，打不到飛彈城的本體，真的能夠摧毀伊朗的戰力嗎？張將軍又怎麼看？因為這個伊朗算是被動反擊。因為都是美國跟以色列先去炸伊朗，他針對這11個母國家啊，包含土耳其、亞塞拜然，還包括整個中東區11個國家實施飛彈反擊，它是反擊、自衛反擊、被動反擊，而且它針對的是美軍的基地，他不是說要打土耳其、要打亞塞拜然，不是，是打他的美軍的基地。美軍在那邊，我不打你，你戰機起飛，你的飛彈這個來實施對伊朗實施攻擊，那我就他們只能乾瞪眼了。當然，這個飛彈或者是無人機過去的，可能有中途被攔截，打掉之後，它剛好掉到土耳其境內了，那可能炸死了這些土耳其的老百姓呢，亞塞拜然老百姓了。那不管還包括約旦、沙烏地阿拉伯、阿聯酋、巴林、卡達、科威特、伊拉克多了，敘利亞等等太多了。那這樣子的話，那你要怎麼去算？那今天伊朗它只是一個自衛反擊嘛，因為它被打了嘛，是這個狀況。那現在伊朗最多的它飛彈主力是流星3號，流星3號可以打到1300公里。你看看，你这把你一畫，包含以色列啊，包含土耳其都畫到了，亞塞拜然都畫進去了。你看可以畫那個半徑圖，1300公里一畫進去，那它又是慣性導航，再加上可能它可以有利用美國那個不是美國的 GPS， 而是中國大陸的北斗。那叫定位又比較精準。那當然，美國或以色列它會發射大量的愛國者3薩德系統、反導系統就出來了。但是我們知道反導系統畢竟貴，你每一枚大概400萬美金，就是1億多台幣啊，非常的貴啊。那你一次又不是1枚來攔截，你打2枚到3枚啊，來攔截這個彈道飛彈流星3號，那是不是就會變成4倍公辦？對美國來說。那伊朗就繼續打，伊朗到現在目前為止已經打了500多枚的地對地的導彈，已經使用了2000多架的無人機，已經用到目前。那它還有沒有庫存？我認為有，但是在山洞裡面啊，美國去炸山洞口？問題這個山洞口好幾個山洞口每一個基地都好幾個，而不是就一個炸完就沒有，旁邊有南洞口、北洞口，還有備用洞口。是，那你能夠通通把它炸完嗎？所以防不上，因為伊朗它是盆地。高原還有山脈，它地形的山用地形，它直接挖就可以，它又不是像烏克蘭這一眼平川大黑土地帶，不是因為伊朗跟北邊的阿富汗還有東邊的巴基斯坦，他們是地形都是山脈高原，這不一樣。那山脈高原我直接打進去就是山洞了，那你怎麼炸？美國用碉堡克星，美國用鑽地炸彈去炸，但是問題是你的厚度是有限的啊，我在下面你怎麼炸？你只能炸洞口。洞口位轻轻就出來了，裡面是好的，你洞口炸爛，但是裡面是好的，是這個樣。所以真正要毀滅、一網打盡伊朗的
無人機跟地對地的飛彈，我認為蠻困難的。同時，美國現在面對3個壓力，第一個時間壓力，本來說打4天，或者說打2個禮拜，現在說我們可以打4個禮拜啊，那4天变成4個禮拜，你不增加7倍啊？或者說美國是面對的時間壓力，而且知道現在美國的其中選现在已經開始初選了，都有這方面的壓力，都已經開始了，所以時間的壓力，美國必須面對。第二個壓力，庫存壓力，它向韓國調撥。沒有向日本調撥嗎？你敢講嗎？對，沒有向台灣調撥，你敢講嗎？那只是有人講，有人還不敢說。我向你調撥你還可以還不能咋呼？或者就是美國現在能夠，不管是愛國者或者其他的遠距遙攻精確武器，去用差不多了。那現在要調撥，要不然我也沒了。那伊朗還有，伊朗還打我就我沒有攔截，不行。那他為什麼向歐洲調撥最快那麼近？不行，因為像烏克蘭戰爭那邊，他現在有戰爭急需，不可以向歐洲的調撥，那像亞洲吧，對不對？朝鮮半島現在也沒有什麼狀況啊，对不對？這個黃海、東海也沒有任何狀況啊，可以。所以美國它現在有庫存降低的壓力，現在顯現了。第3個，國際能源的壓力，你的核武是海峽被伊朗這麼封鎖，大家能源都叫苦連天。這個東西，國際壓力或者能源壓力会回到美國上面，它就要面对。越久，它的压力会越大，因為大家缺的東西了，股票都往下，又都往下修了，這是經濟壓力，這是能源壓力，這個是整個國家壓力的表現，這會回到川普，會回到美國身上啊，所以也是一個很大的壓力，會隨着時間越久，壓力会越大，3股壓力都会集中到美國身上。好，所以看到现在美国面臨軍事武器庫存的壓力之外，還有同時來自於國際各方給予美國的壓力。那其實在這個時候，美國還是希望能夠介入到伊朗的神權，能夠把這個神權教士給滅了。那川普現在積極介入的就是，雖然說哈米尼被斬首了，但是呢，現在傳出來說哈米尼的次子會擔任接下來的最高領袖。那這一位是穆吉塔巴，川普已經說了，穆吉塔巴如果要接任的話，我是不可以接受的。川普也向这個《紐約時報》透露說，他接下來想要做的事情就是，當時呢，這個針對委內瑞拉，他想要仿效這個案例，協助委內瑞拉來建立新政府。他說，伊朗也要做一樣的事情。但是當然了，這個專家也特別做了分析，伊朗比委內瑞拉複雜多了，裡面要涉及到的包括了有宗教領袖的體系、革命衛隊，還有軍警等等。川普要介入神權，真的做得到嗎？聶老師怎麼看？OK， 我覺得川普啊，從某個角度，他應該心中是蠻慌的。表面當然好像很鎮定，因為他拿着他美國的霸權，認為他什麼都做得到。第一個，在武的方面，剛剛已經講了。第一個，他很喜歡用代理人戰爭，這是最聰明的做法。但是他也不夠智慧，因為剛剛也講，庫德族人數有限，力量不一定夠。但是這是他的一招打法，因為美國必須要用代理人，他才有辦法穩住他自己的後盾力量。第二個呢，剛剛武器的短板也非常明顯。他為什麼到韓國去調？他自己實力不夠嗎？他不是很厲害嗎？一下就可以幾秒鐘或幾天就可以把對方這個折服，不是這樣嗎？你發現他武器短板到達什麼地步？到達他一下子650顆薩德飛彈，一下子用掉150，他不知道未來如果還有別的國家要跟他敵對，他怎麼去敵對？當然，我講一個他最大的敵手，他將來會出很大的問題。第二個呢是文的部分，你知道嗎？他原來這個信誓旦旦的認為說啊，我哈米尼我把他這個解決掉之後呢，很快我可以搜索追蹤他所有的接班領導人，也可以把他馬上幹掉。結果呢，他也很高興的說，你看這些接班全部都被我們解決了。結果沒有想到，其實啊，伊朗真的跟委內瑞拉是完全不一樣，他完全忽略，也就是智慧真的是不夠，只是聰明有餘啊。達到了什麼地步？就是因為它的複雜性是這樣子哈。第一個，在它的這個在革命衛隊這個真正的神權體制裡面呢，實際上它的每一個忠心的這個神權的人都是非常忠心的。當你打掉了部分人，其實每一個都有可能去接班，而且他們會同仇敵愾。這個同仇敵愾還不止如此。如果川普呢不接受他的兒子啊，剛講這個所謂的穆吉塔巴，這是他的次子嘛，當然這個長子還有他的一些女兒也同時遭殃。但重點是，他來接手，他當然不會接受，因為他一樣會有非常大的一種對美國這個非常痛恨的心。但重點來了，他即便想要去找過去反對這個神權制度這些這個所謂的這些這個接班人，但重點來了，其實你會發現他們的複雜性是這樣的，即便是反對這個神權制度的這些人，他們也非常強烈的民族主義，因為啊。這個伊朗這個國家，其實大家要了解它的歷史，在西元前550年到西元前330年，它叫波斯大帝國啊。這個帝國跨歐亞非大地啊，就居魯士把這個國家弄得多強。從那時候開始，他們是有歷史背景的。
波斯這個帝國呢，讓他們非常民族自信。其實反對這些反對是因為伊朗它的整個宗教的文化，讓他們非常的壓抑，也就比較保守。這些比較親西方勢力、想要西方化的人，是希望他們的生活好、經濟好，比較有自由派。他們反的是神權制度，但是不是反神權，因為神權主義是夾雜了他們非常複雜的民族主義。即便是反對的人，他也不會完全支持說，你今天來幫我推翻我的爸爸，叫我爸爸下台，我要接掌爸爸的事業。結果你不要把我爸爸殺掉了。現在美國是把他爸爸都殺掉，現在連下面反對黨的很多都改變了，說美國竟然來打我們、殺我們自己的人，他們也跟着現在神權這個制度派的人一起，即便他不贊成最原始的這些人，但是他也反對了美国。所以你會發覺，川普他現在要找接班人的確不容易。所以我覺得他慌了。当然，他最不能接受是他那個同個體系下來，他自己是哈米的兒子來接班嘛。对，他一定會非常的用更極端这個抵抗抵抗這個美國。當然，他可能不會直接打美國，在美國在中東所有的這個軍事組織也好，或者說軍事勢力也好，或者所有的美國勢力在那裡可能發生的東西，都會做同樣的一些反擊。現在重點來了，美國很奇怪，美國現在發現他打下去打這個不是他想象的。我講川普不是想說幾天就能夠收割了整個伊朗的所有，發現他好像要慢慢調整了，要多了幾週，甚至還多了幾個月。我覺得這個以伊朗的神權主義加上民主義的結合，他們的同仇敵愾未來的這種民族性，美國可能會跌破了眼鏡。